在 Shopee 卖东西会有一堆的费用被抽取，通常新手卖家都会对这些费用一头雾水。那个佣金怎样算？为什么被抽这样多？明明我就在我的 product 里面放了重量还有尺寸，但为什么还是会被抽取运费？而且 Shopee 的服务费抽得好凶啊！这些 free shipping program 都好像不值得参与。其实我前几个视频都以英文为主，讲述了上述的几个问题，而今天的视频我想以中文来整理一下，让更多人能够了解 Shopee 的运作。那今天的视频会比较长分成几个部分，你可以用视频的时间轴或者视频下方的解说里寻找时间表，跳去你想要了解的课题。那这个视频我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所做的一些 Excel 文件，在这里我就不解说每一个函数或者 formulas 如何去运作。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我如何编写这些 formula 的话，欢迎留言说想了解。我先在这里总结一下这视频里面会讲到的东西，方便大家参阅。佣金通常是一个新手卖家或者对 Shopee 的制度一知半解的卖家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如果你在 Shopee 的知识库里面，你可以找到这一段解释，连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的解说里面。但很多人看完这一段解释之后，还是不明白他到底在讲着什么，尤其是对这些制度完全没有概念的卖家。我会以我日常处理订单的理解来分析这些费用的制度，希望能够让大家容易明白。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视频的话，我设置了一款 Excel 程序来处理日常订单。如果你对这个程序有兴趣的话，可以参考视频下方的解说，有的免费下载哦。但如果你已经了解了 Shopee 的佣金制度的话，你可以跳去下一个环节。在订单输入的界面已经编好了所有函数，只需要输入商品 SKU 号码和数量，所有的费用包括佣金费、服务费和交易费都直接的算好了。在我开始解释前，这几个数据我先简单的带过。第一个是卖家折扣 ，Total 是将下列所有商品的价格总和后扣除卖家折扣。平台折扣是所有平台承担的折扣，不直接影响我们卖家的收入。然后是实际运费，买家付的运费，还有平台给予的运费津贴。最后一个是这个订单买家所付的金额。那么佣金的费用是如何计算的呢？佣金的费用是基于商品的价格总和，扣除你给的优惠折扣后的数额计算的。如果你在 Shopee 完成了100个订单， Shopee 就会在这个数额里面抽取1%。如果你是 Preferred 或者是 Preferred Plus 卖家， Shopee 就会抽取2%。那服务费也同样的基于商品的价格的总和，扣除卖家的优惠来计算。服务费是根据你参加的项目而不同，大家可以参阅这个列表。举个例子，我的店完成了100个订单，但是没有 Preferred， 参加了15块免邮项目，买家下单20块钱的商品，用了我发送的2块钱优惠券。佣金的计算就是在这个20块钱的商品扣除2块钱的折扣之后，再乘以1%，就得出了佣金的数额。而服务费也是同样的算法，只不过乘以15块免邮项目的4%服务费，就得出了服务费的数额。接下来是交易费，则是基于买家所付，计算一个统一的2%费用。在刚才的例子里，如果买家用了免邮券，那所付的金额只是18块钱，18乘以2%就得出了交易费的数额。你可以看到我的 Excel 里面已经是直接算好了的，处理订单的时候就要跟那个 Seller Center 核对，然后记录起来，有需要的时候可以检查。有兴趣下载这个 Excel 程序的朋友，可以参考视频下方的连接。有时候 Shopee 的系统会出错，要么算少了佣金费，要么算错了服务费。我本身有遇过原本4%的服务费，但是有个订单就在没有特别的优惠的情况下，只算了3%的服务费。或者前阵子闹得热烘烘的超额运费，我称它为超级运费，因为有一些卖家他们反映被征收了超过1000块的运费。那我本身当然也遇过这样子的情况，被征收超额运费的事情，而且是在一间订单不多的店里。那我是如何察觉到的呢？首先是我的 Excel 程序，它记录了所有订单的数据。我设计的工作流程会在完成订单的时候，半自动的检查每一个订单，确保 Shopee 所转账给我的金额是正确的。但因为这个程序会比较复杂，所以用户会需要一些时间来学习使用。因此，我也另外设计了一款模板 Template。简单的操作可以让所有人直接检查各自订单资料的准确度。这个模板也是免费下载的哦，去视频下方寻找连接吧。
我准备了2个版本，一个是 Microsoft Excel 的，一个是 Google Sheets 的。Excel 的版本的话，你需要用 Office 365或者是 Office 2021，因为我使用了 Filter、Unique 还有 XLOOKUP 等等比较新的函数，只有在365和2021才有。那如果你没有365或者是2021版本的 Excel 的话，可以使用 Google Sheets 版本的模板。这个模板叫做 Shopee Fees Calculator， 或者是 Shopee 费用计算机。截至准备这一期视频的时候，里头包含了3个模块，也就是3个 modules， 分别是 Fees Calculator、Shopping Fee， 还有 Compare Fees。我会在这个视频的后半部跟大家一一解释如何使用。解释前，请大家给这个视频点个赞，订阅我的频道，分享我的视频。我会持续的制作和优化更多免费使用的模板，帮助大家分析电商的数据。要使用这个模板，我们需要有2个 report， 一个是 Order Report， 另外一个是 Income Report。我先解说如何下载 Order Report。下载 Income Report 的，请参阅这一个时间点。到 Shopee Seller Center， 点击左边的 My Orders， 你可以选择检查全部订单、准备发货的订单或者任何状态下的订单。我的模板可以精明的在报告里面自行查找相对的资料。选择你要的日期，这里需注意 Shopee 只允许下载时长1个月的 Order Report。选好日期后，点击 Export， 然后下载打开。选择整个报告范围，拷贝至我们模板里的 Order Report 页面，确保模板里的页面没有任何资料，需要连格式一起拷贝，否则日期的显示会有问题。在这个模板中，我们需要另外一个报告，这里我示范下载收入报告，就是 Income Report。在 Seller Center 中，点击 My Income， 选择 Release 页面，选择日期，这里可以选择任何时长的日期。然后点击 Export， 下载并打开，选择全部报告范围，拷贝去模板中的 Income Report 页面，确保这里没有任何的资料。粘贴的时候需要选择 Match Destination Formatting 或者是 Paste Values Only， 否则日期的显示会有问题。报告下载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分析资料了。首先 Fees Calculator，这个模块中主要的是检查所有被抽取的费用。下载 Order Report 后，你就可以直接的看到所有订单的都被提取了资料。从左边开始 ，SKU Weight 是产品的重量，但这一列和接下来的 Shipping Fee、Shipping Paid 和 Shipping Rebate 都没有用到，因为被 Shipping Fee 模块取代了。有用到的是 Seller Discount 卖家的优惠折扣、Shopee Discount Shopee 承担的优惠折扣、Item Total 订单里产品的价格总和和 Total Paid 买家所付。接下来是3个被抽取的费用，这3个费用会各有2列，右边一列是从报告中提取的数额，左边一列是模块计算的数额。我先解释 Transaction Fee 交易费，因为比较简单直接。交易费是以买家所付金额再乘以交易费率。 Service Fee 服务费则是以订单产品价格的总和扣除卖家优惠折扣再乘以服务费率。 Commission Fee 佣金费会稍微有点复杂，它是以产品价格的总和扣除买家优惠折扣再乘以佣金率。可能你会发现到为什么这么简单的计算 formula 那么长。如果你的店有参与 Shopee 的 SIP 国际平台的话，佣金费是赦免的，至少我在制作这一视频的时候还没有被征收。如果 Shopee 有更改条例，请自行脑补，或者是再下载一次最新版本的模板。因此，我们需要确认订单是否国际平台的订单。如果你看到全部是绿白色的格子的话，那么恭喜你，你所有的订单都被征收了正确的费用。这里我手动修改了一些费用，模拟一下如果被征收了错误费用的情况。你可以看到标记红色的格子， Shopee 征收的数额和模板计算的数额有差。而在最后一列 Fees Checking 的格子里显示1，说明了该订单有问题。上方有一个统计，是问题订单的数量。右边蓝色这一列是所有有费用问题的订单号。最后则是草稿助手，这里不需要任何的操作。如果你在这个模板里面看到有费用问题的订单，
那么你就需要个别订单去审查，必要的时候咨询 Shopee 的客服，寻找出为什么会被征收异常的费用。有可能是你参与了折扣或者是赦免佣金的项目，也有可能是 Shopee 的系统错误。有朋友告诉我，这个 shipping fee 的模块非常强大，然后为什么强大？大家用过就知道。首先，它会从收入报告中精明地提取所有订单和他们的相关资料，比如说 shipping fee 实际运费、shipping seller 卖家在 marketing center 里设置的 shipping promotion 中所承担的运费、shipping paid 买家付款的运费、shipping rebate 如果该订单有使用免邮券的话，就有 Shopee 回扣的运费。接下来是模块的计算 shipping error 就是有运费问题的数额，其中包括了超额运费或者是低额运费 overcharge 或者是 undercharge， 并且会在接下来的2列中细分。我在这里着重的解释一下 overcharge shipping fee 超额运费。 overcharge 代表着也许你在产品页面输入的重量和尺寸小于你实际包裹的重量或尺寸，或者快递公司接收了你的包裹的时候，系统出现了错误的重量和尺寸所导致的。如果是后者的情况的话，你需要电邮给 Shopee 客服，附上受影响的订单号和那些包裹的实际重量和尺寸。普通情况下，这些资料足够让 Shopee 去处理，并且发动退款超额运费。但我建议能够的话，提供更多有力的证据，比如看得到快递单的包裹照片或者是视频，或我经常推荐别人做的，就是提供其他相同商品和相近邮寄地址的订单号，让客服知道之前的订单运费都比较便宜。那么 undercharge 又是什么情况呢？ undercharge 是指客户付了比较高的运费，但实际运费比较低，多出来的金额是你的额外收入。这并非一件好事，因为客户下单的时候，如果货比三家，他发现你的运费比较贵，吃亏的还是自己。但有时候发生 undercharge 是无可避免的，比如说客户订购了好几件物品，而我们有时会在个别商品的资料里预算一些额外的重量和尺寸，导致把几件物品一同打包的时候会变得比较轻或比较小。无论是 overcharge 或 undercharge， 我们都应该重复的检查受影响订单里的商品，看看它们的重量和尺寸是否可以再改进。接下来我们回到模板中， Seller bear 这一列指的是卖家额外承担或者是不在 marketing center 里设置的运费优惠，比如说在商品资料页面勾选了我承担运费的选项。最后一列 more than both subsidies 指的是当实际运费多于2项津贴，卖家和 Shopee 的津贴，这或许是 overcharge 的一种。我本身遇到这种情况的订单比较少，也是区区的26仙。如果你遇到这一项的数额非常大的话，欢迎留言让我知道，这样我可以依据实际情况优化这个模块。右边蓝色的区域是这4个情况的订单列表、订单数量和总金额，后面则是每一列的解释。Compare fees 或费用比较是用来计算参与了的项目是否值得，比如说衡量一下该不该签15块免邮项目，或者18% coin cashback 项目参与了的话需要多付多少钱。 Compare fees 模块中也需要用到 income report， 下载方式请参与这个时间点。在这个模块中，左边的部分是所有数据的提取，上方展示了订单量，有与没有使用免邮券的订单量、百分比和金额。有时候这2个百分比加起来并不等于 100%， 那是因为剩余的订单都是卖家承担运费的订单。金额在没有使用免邮券的部分指的是买家所付的运费总和，在使用免邮券的则是 Shopee 回扣运费的总额。这里只是比较简单的数据提取和计算，让你知道有多少个订单使用了免邮券，希望能够帮助你下定论所签下参与的项目到底值不值得。右边的部分是3种不同的情况，情况1应该设置成现有的状态，比如说是否获得 Preferred 或者是 Preferred Plus 的头衔，还有目前参与了哪一个项目。选择后，费用率会自动的变换。情况2和3可以随意设置，让你比较一下，如果签下别的项目，或者是取消目前的项目，你该多付多少，或者是少付多少。最后面的部分是草稿助手，这里不需要任何操作。在这个模板中，我也预备了一个 Shopee 费用列表供大家参考，这是这个模板的更新记录。
如果你想使用这个模板的话，请参考视频下方的链接，到我的 Google Drive 文件夹查看。Excel 版本请你下载后才使用 ，Google Sheets 版本请拷贝一份去你的 Google Drive 再使用。然后再次提醒 ，Excel 的版本需要用到 Office 365或者是 Office 2021，因为我使用了 Filter、Unique、XLOOKUP 等等最新的 formulas， 旧的 Excel 不能使用。如果你想知道我如何设计这些 formulas 的话，可以参考这个视频。不过是以英文解说，如果你需要我用中文来讲解的话，请在下方留言让我知道。今天视频有够长了，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分享我的视频，我会持续制作更多的模板，而且都跟订阅频道是一样的，免费哦。今天就到这里了，希望下一个影片还能见到你，拜拜。